大家好，我是小野猫，今天再来跟大家聊聊我最近的旅行体验和对台湾的认识。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刷到一些视频或者文章，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天地一样。我最近就看了一些很震撼的视频，里面的内容让我有点惊讶，尤其是关于台湾的那些讨论。说实话，我前段时间刚去完台湾，印象真的挺深的。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湾的一些亲身感受和一些台湾朋友的观点，顺便也聊聊大陆一些朋友对台湾的误解。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台湾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我个人来说，台湾给我的印象非常好。首先，台湾的街道非常干净，很多人都说台湾和日本一样，街道整洁的让人感到舒适。你知道的，像我这种来自上海的，平时走在街上看到地上的垃圾，总会不自觉地皱皱眉头，但在台湾几乎看不见这些。还有，台湾人的素质真的是非常高，无论是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街上和我擦肩而过的路人，大家都非常有礼貌，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台湾人非常热情，对外地游客非常友好。如果你迷路了，随便问一个人，他们会非常耐心地告诉你路线，甚至还会帮你指引到目的地。我个人觉得，这种温暖的氛围真的是让你感觉到身心放松。不仅如此，台湾还有许多与大陆不一样的地方。你可能知道，台湾的年份是以民国纪年。很多大陆朋友在去台湾之前，可能没怎么注意到这点。我刚去台湾的时候，也很吃惊，因为在台湾的很多标识广告上都是民国年号，而不是我们习惯的公元。其实台湾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这种差异让我感到很新鲜。除此之外，台湾的消费水平比我想象中的要高一些。你知道的，我们大陆朋友出国旅游总是习惯用人民币来衡量物价，但我发现台湾的物价对于游客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一碗牛肉面差不多100台币，算下来大概也就是20块人民币左右。价格对于我这种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来说，真的很亲民了。不过看到一些视频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并不是每个人对台湾都有如此正面的认知。最近有个视频让我特别震惊，视频里的一些朋友刚到台湾时完全没有做过功课，看到要换台币需要填写入境卡，还得出示护照和入台证，他们居然觉得非常奇怪。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些话也有些愣住了，毕竟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了。我身边的大陆朋友也曾经告诉我，他们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不需要做那么复杂的手续。其实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台湾确实有很多地方和大陆是不同的。比如，台湾使用的是新台币，而不是人民币。台湾的电话号码也是独立的，不是和大陆统一的。这些差异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背后反映的是台湾的独立性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误解会那么多呢？我觉得很多大陆朋友对台湾的认知偏差，跟我们在大陆所接受的教育和信息有关。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媒体内容大多是官方的，这些信息通常会把台湾描述为我们的一个省，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台湾和大陆的实际差异。就像有些人认为台湾没有自己的货币，所有东西都是人民币，这种认知偏差其实是很常见的。但如果你去过台湾，体验过台湾的文化、生活方式，你会发现台湾的确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台湾的政治体制和我们大陆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台湾看到很多地方都有中华民国字样的原因。虽然两岸关系复杂，但这就是现实，不能因为政治原因而忽视了这些文化差异。另外，我还想提到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很多人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态度有些混淆。其实，如果你去过香港和澳门，
你会知道，虽然他们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去这些地方旅游也需要办理港澳通行证。同样的，如果你从大陆去台湾，确实需要办理入台证，而这也是因为台湾的特殊政治地位所导致的。这些手续上的差异，说明台湾和香港、澳门一样，都是有自己独立管理的政策。有些人说台湾的经济很不景气，甚至有些极端的言论提到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说实话，我觉得这些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首先，台湾的 GDP 在全球排名不低，人均 GDP 早在2000年就超过了1万美元，而这个水平在全球也是发达国家的标准之一。虽然台湾的物价相对较高，但在我看来，台湾的生活水平并不低，尤其是像台北这样的城市，各种便利设施一应俱全，现代化程度要高于其他很多发达城市。当然，台湾也面临着一些经济上的挑战，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但我认为，台湾在许多领域依然有其竞争力，比如说半导体产业。你看，台湾的台积电可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生产商，它的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公认的。我去台湾的时候，真的觉得这地方非常适合度假，尤其是台北城市的繁华和台中、花莲等地的自然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感叹台湾真的很适合长时间逗留。你不光是来旅游打卡，更是来感受这个地方的人文与自然。在台湾，不仅仅是景点吸引人，台湾人的生活方式也让我着迷。你在路边小摊吃一碗牛肉面，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看到旁边的老人家带着微笑和邻居聊着天，那种人情味真的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很难体验到的。我记得有一天在台北的捷运站里，我因为看不懂标志而感到有些迷茫。旁边的一位阿姨看到我站在那儿，主动上前询问，耐心地帮我指路，还特意嘱咐我注意安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我感到十分温暖。而在我和台湾本地朋友的交流中，他们常常分享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台湾人更加注重细节，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追求简单而有质量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理念恰恰体现了台湾社会的独特魅力。台湾的文化自信让我感受深刻，在这里，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商场夜市，随处可见台湾本土文化的体现。台湾的传统节庆如中秋节、春节、端午节等，依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而这些传统文化的根基和现代化的发展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体。台北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是其中之一，这里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和历史遗产，还通过现代科技的手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呈现给游客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可以说，台湾不但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还以现代化的视角让它焕发新的生命力。通过这次台湾之行，我意识到我们对台湾的认知还需要更开放、更全面。台湾和大陆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更体现在文化、社会和生活方式上，而这些差异正是台湾独特魅力的一部分。好啦，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们有去过台湾，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次见吧。